今天是2024年8月21号，那时间来到了9点11分。那我们的讲师呢，就是来到了现场，我们邀请 Edward， 请开始。谢谢。所以我的 PowerPoint 是英文啊，所以我会以中英双语来穿插来讲解一下，有什么问题就尽量发问吧。是简单的是说一下那个 rover 的一些历史那个活动和它的目。怎么跑 ？OK， 这样子下 OK history， 我们就讲它的历史的由来。OK。What is a Rover Scout？ 什么是罗浮童军？罗浮童军是在那个 Youth Program 的最顶级，就是最老资格的，就是老男孩啦，收获那个我们会讲那个小大人的老男孩的这个阶段 ，Young Adult， 呀，他们是介于18岁到26岁。Rover Program 是 basically 是属那个叫做他们的进展和他的进阶是由他的那个怎么说呢？是那个 young people， 他就说这个 self discovery 和那个 adventure self reflection 的一个活动，来给大家提升他们的那个从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进阶到那个叫做 young adult 或者 adulthood， 就是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那个什么那个 adult leader， 融入去那个 adult 大人的世界。OK。第一次这个罗浮童军是由1918年开办的，他的那个手册和他的入在一本叫做《Rover Scout》，由我们的创始者贝登堡他写的，是在9月1918年。他的整体的那个 outline 的 scheme， 他的那个活动，他的 program 是在1919年11月发表的，在英国呀。而且直到那个 official scheme 是1922年的时候，在他那个贝登堡那个新的著作《Rovering to Success》这一本书得到那个圆满的那个范围了 ，in a way 这样子，就是他写的，他是 connected Baden Powell 的那个 philosophy，how to be a happy young adult， for 那个18岁到26岁，他的整体上的一些生活规划，他的目标，他的成长之类，他的都是在这本书里面有讲解到。在这边有谁有看过这本书叫《Rovering to Success》？有谁吗？可以举个手还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读过这本书《Rovering to Success》？哦，你们应该要去读一读这本《Rovering to Success》，对吧？所以要介绍这本书哦，这个是贝登堡这本名著。OK， 这个 book《Rovering to Success》，A Guide for Young Manhood。我这边有个小的那个网站的那个 address， 你们可以去download这个 online 版的，去上读。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中文，那就不清楚了。可能你这边的伙伴可以帮忙翻译一下这本书。对，他是说一个样来到，他在一个 paddle 他的那个小船猎游而上所经历的一些 challenges， 一些风浪，而成为一个大人的一类似的一个 challenge 的一个故事和一个方针活动 program 那本书有，而且跟你讲是怎么样去面对一些问题啦，种种问题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所以这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书本去开发我们的正能量，在面对一些 challenges，尤其是小孩成为大人的一个阶段，消灭了很多的一些精力。OK，这本书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一些，他讲了很多一些石头啦、木材啦，还有那种不同的东西。所以看这是他所讲的5种 challenges，有马，有美酒，有女人。这个这个是我也不懂是什么，还有那些 irreligion 是没有宗教信仰的5个 challenges。它的 details 呢，我就希望你们自己去找这本书去 find out 这个5个石头，它到底它要Peter Powell 要呈现什么的一些 challenges 关卡之类的东西。OK，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在第一个阶段，它的历史。这边有一些伙伴，所以他们你问做了题吗？哦，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太多了，所以先不提哈，因为因为了解不够深。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哈，就是有一些伙伴他们有留言我哦，们只一个大概讲解一下这个弱的一个起点啊，它的那个 program scheme。OK， 所以看起来是已经有被翻译成中文的版本，这个部分是已经有出现了。那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有那个讯息，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好，那请继续。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去看它的大致上的 rover 的 program。rover 的 program 他们叫 rover scout crew。他的 crew 就是在那个由他的领袖去不算是领导，他只是一个 advisor， 是一个顾问而已。但是大人只是顾问，这整个 crew 是全由他的那个 rover scout， 他的罗浮童军自行去发展，自行去讨论，自己去决定他们的目标，他们要学什么，他们在他的那个他们的那些 batch program 自己他们自己去发掘，他们要跑什么路，就是如果通常就给他们4-5条不同的路的一些 program 的一些 syllabus， 他们自行去讨论，自行去开会议，一讨要怎么走这个方向，怎么去完成他们的目标。所以大人在这个整个的 role crew 里面 ，role program system 里面，只会当做是一个顾问，他们很少会去插手那个他们的决定的定义的事情，除非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们才会插手，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小的错误，他们是让他们自己去承担的那些后果，那些方法或自己去寻找他们自己的那些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了。所以他们会放他们自己的 rover council， 他们的一些他们自己的小领袖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要记住，这个是他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他们是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在他们自己本身。OK， 这些就是网上所搜寻到的一些不同国家的罗浮童军的最高级别的章，就是刚才伙伴所说的，如果他们拥有这个章，就代表他们可以参加 ATAS 的一个入门的资格。对，在 Rover section 呀。OK，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台湾的，有英国早期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澳洲、文莱、马来西亚、孟加拉，这个应该是英国的最新的版本，这是印度。大致上不是刚才伙伴所讲的，不是所有的 NSO 所有的国家都有罗浮童军啊，所以就是
有很大部分的都没有萝卜同军的存在。OK，so 萝卜同军是做什么的呢？萝卜同军都是他们有他们自主去决定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可以他们的 adventure exploration service， 最重要是 service 就是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他们是 plan 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做自己的 planning， 他们自己的 own 的一些 enjoyment campfire， 或他们可以帮忙去组织一些 event， 帮国家组织 event， 或者帮他们的社区主办一些 community event， 帮助一些老人区之类的都可以。它的范围很大，他们都注重在project， 他们自己的目标，自己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学习的东西，从中学习。OK， 他们刚讲了我们的 role， 他们的 role 叫 role crew， 在中文叫什么？罗浮群，对 ，crew 就是群的意思，对。所以他们的crew leader就是群长。其实，在台湾群长的年龄是18到26岁呢，是吗？不是大人哦。所以群长就是他们本身的罗浮同军的一分子，是18到26岁。OK。所以他们可以这边很多一些外围的活动。所以我们先举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澳洲的罗浮童军的路程，他得到他的 PP Award 的路程。他们有不同的 path， 就每个不同的 project 不同的 path， 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大人领袖讨论一下，我们要走什么 path， 然后他们自主决定要怎么走，怎么做什么 project， 他们去选择他们不同的，就每个的 path 都他们自行去选择，而且这整个 routine 这个 program 都是有考虑到personal reflection， 他的 leadership， 他的那个自己的 personal development， 还有一些不同 adventure， 所以不同的 characteristic 都有点到，所以他们完成整个路程，他们会学到很多的东西。最终的目标就是得到那个 PP Award。来加拿大也是类似的，它的也是不同的 path。Step one path 就自己 set 他们自己的 goal， 他们的 personal progression， 你要做什么目标。然后 step two 它有它不同的种类的 outdoor adventure， 他们也 cover outdoor adventure。Step three 他们要 cover 的 service community service， 就是要做一些不同的 project， 要公共的那些服务类似的一些 ，either 是 scouting 的或者 non scouting 都可以呀。然后 Step 4就是 Step 3的一些共同的这个大型的一个 project， 也可能是自己完成或者是队形的完成呀。然后是 Step 5就是他们的 review personal reflection， 就是它的过程从 Step 1到 Step 4，中途有什么 challenge， 有什么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好的一些知识分享给其他的罗浮，然后从这边他们的大人的那个 advisor 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怎么去improve on certain area 的之类的东西，然后达到他的目标，他的那个 benchmark， 他的那个 objective， 他就可以 present 那个 BPA Award President Award。这每一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目标从开始都定不同目标，总之你完成他的目标，他们 agree 的目标的 KPI， 你就可以完成了 BPA。我不是说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都要完成这个分数，不是好像我们的考试像每个人考100分或者考200分之类的来完成这个 BPA。我不同的人的不同的 role 有他自己的 ability， 从他们自己 set 他们的 target， 在他们的不同方向，有些不同的地方可以补充一些他不同地方的不足，那一次这样子的话，整个个人的训练就会比较完整，而且不是在某一个特点的一个 project 之类的东西，他不可以 force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weakness， 从那边他们可以改进，或者是可以从其他的那一些好的方法的强项可以补给一些弱的方向，类似推就是这样子，整个 PP 就比较完整，所以大家都有机会考得到这个 PP Award。而不像有某些国家的 PP Award， 他们的是比较 academic 或者比较
分数版的，就是说大家要得到这个分数，你得不到这个分数你就 fail。所以其实在 Robot Program 是没有 fail 的这个 part， 所以 fail 这个 part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面或者是不同的方面去改进大计或者是补充在这边。对，这才是真正的 Robot Program。OK，那么到这个 Mood， 大家所了解的 World Scout Mood 是什么样的情形？它的活动是怎么样办的？和 World Scout Jamboree 有什么不一样？World Scout Mood 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15届，总共有3万8的罗佛童军参与了，而且总共只有10个 country 有幸主办过这个 World Scout Mood， 台湾是其中一个国家童军国家。World Scout Mood 是它的容量，它的target是到5000人左右，18岁到26岁。It provide 那个 opportunity for young people to meet,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 Yeah. 牧师4年举办一次，和 World Scout Jamboree 是一样的，4年举办一次。World Scout Mood 的第一次 World Scout Mood 是在1931年在 Kennestad 瑞士举办，差不多每4年3到4年都会举办一次，一直到1961年。1965年到1982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去帮忙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5年这20年内，这有5次的 Robot Mood 应该举办的没有举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5次的 World Mood 就没有国家举办，就是大家不同国家就自行举办自己的小型的 Robot Mood， 在自己国家里面。是很可惜的，有5个断层的 Robot Mood 没有举办，一直恢复到1990年，1990年对，第8次的 Robot Mood 在澳洲举办。所以你看到1961年到1990年这断层里面，澳洲举办过了，断了整20年，然后澳洲又在接棒，再举办这个 Robot Mood。你们大家有没有记得？应该记得哪一年是台湾举办的年份？记得吗？台湾2004年第12届，在花莲呢，2500人，85个国家参与。在2004年那一届，就是说前几年他的那个 bidding process， 他胜过Austria 是台湾的劲敌，那时候他台湾胜出。然后你可以看到 Robot Mood 的经历了很多的难关啦。你看2008年又 cancel 了，然后继续，然后2022年又 cancel 了，你看到2025年，然后明年是2025年第16届在葡萄牙。然后2029年，大概都知道在哪里了啊。OK， 大家有想想看 ，World Scout Jamboree 和 Mood 有什么大的区别？有什么大的区别 ？World Scout Jamboree 大家都知道，Age13到17岁嘛，他的 target audience。然后 World 他的那个 Patrol 他的那个小队都是自己国家的童军嘛，自己小队的去
去玩游戏啊，在那个 program 都是在 Jamboree campsite， 不同的 checkpoint， 不同的 campsite 都是在 campsite 里面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游戏之类的。就小部分的 program 是在 outside， 就是在外围去参加一些小的一些visiting interesting place 和这些都小型的小部分都在外围，把大多数主力是在 Jamboree side。而且 Mood 呢，Mood 的它的 target audience，它的那个玩家是如佛嘛，他们是18到26，他们是玩家。在 World Cup Jamboree， 他们只是个 IST， 他只可以在这个 serve as staff 工作人员呢，他是不会参与那个 World Cup Jamboree 的 program， 因为 World Cup Jamboree program 刚才我所讲的，它的 audience 是13岁半到17岁半。13岁半到17岁 before 18 birthday， 他的那个玩家，他的 participant， 他的 audience 不是罗佛童军，所以就是后期他们就搞个 World Scout Mode， 就特别的给这一群 young adult role 来去as a participant。然后第二个重点，它的地方是这个。member 在一起，而不是跟你自己本身的国家的认识的那些 member 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第一天报道之后，你就跟你自己的国家的人分开了，你会进入这个小队。你第一次认识他，你就跟他们融合，跟他们做交流，认识他们，然后就整个行程都是在一起的，有什么都要去克服这个大困难，在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battle， 就是这 international battle， 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他拿的重点就是这个 World Mood， 他们的 program 不是在 Jamboree side， 他们的 program 是在外围，就是一个 journey。就像刚才我们所讲，他们的如果 program 都是一个 journey， 一个行程，一个 path， 一个 route， 所以他们的 World Mood 也是一样，他们就给你一个好像 Amazing Race 之类的一个 path 的，然后他们就自己背着那个 path 的 international battle， 就是背着那个 path， 一个 checkpoint 一个 checkpoint 的去行走，生活在一起，住在外面，每个到了 checkpoint， 他们就在那边 either 是 camp 还是住在旅馆之类的，他们就有一个安排啦，就是每个到一个 checkpoint 就是有一个 checkpoint 的 game 或者是一些 interesting place or music，but along the checkpoint 1 checkpoint 2， 他们也是可以 detour 去看看那些外围的一些 interesting place， 看看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者吃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是自己安排的。Chapter 1到 Chapter 2其实是没有定那个时间点，是你们自己安排的多少时间要完成整个 checkpoint， 中间有什么空档，你们可以喝咖啡或者去 detour 一下，看看其他东西，再走回来，那 checkpoint 再 continue next checkpoint 都行的，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只是说整个 checkpoint 要完成，然后到达那个 final checkpoint， 他们就是那个 Jamboree site， 他们的 campfire， 他们的 closing， 还有一些小小的 outside program exhibition 都会在那个 checkpoint， 就是在那个 final checkpoint， 就是那个 Jamboree site。最好是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一直到他们的那个目标完成整个旅程目标，到达了那个终点站，这个就是一个勇力之类的，这个就是罗佛要带出的一个 program 的一个重点在里面，所以这些就是跟那个 World Jamboree 是不一样的。OK， so next World Mood 是在World Mood 是在葡萄牙，2025年7月25号到8月3号，还有338天。然后在 next 第17届，台湾已经赢了这个主办权 winner，
大家都是知道是在中华赖。OK， 有些其他的 side track 的一些 scouting news。对上一次的 World Scout Conference， 我们有4个新加进的成员国，阿蒂瓜巴布达。这个中文是什么？你们自己可以去找一下这个阿蒂瓜巴布达。然后那个刚果，然后就是马里，然后最新的就是2天前或3天前的奥贝尼亚加入我们的世界同学大家庭里。OK， 这个就是昨天的新一届的2024年、2027年的世界委员的阵容 ，elected 的阵容。很可惜，我们亚太区只剩下只有一位中选而已。他是从香港。有没有认识谁？在 World Jamboree 有没有认识到谁？还有跟谁碰面？有吗？自己有没有看到谁？在左边第有没有跟二位。谁拍照？我不认识他。嗯哼，香港的伙伴，他叫什么名字？姓张吗？对，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当 chairman 只能是那个罗福吗？他的年纪是罗福还是服务员？哪一个？chairman 上面这些人。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一个 side news， 不跟罗福没有关系。这个是世界童军委员会的委员。对，所以委员们都是服务员。都是服务员也是可以，罗福也可以。早期的就是上一届罗福是有罗福的一个，就是罗福的有一个不同级别的一个委员会。他们中选的罗福有6位罗福会加进去这个组，就是之前有12位，加6位罗福，成为18位世界委员。所以这新一届呢，罗福的这一块就是废除掉了，就是他们罗福直接可以竞选这个世界委员的委员的级别，所以他就没有16+8。12+6，所以就是直接是12位的直接竞选。罗福和服务人员直接可以竞选这个世界委员的职位，可以吗？answer 你的 question 吗？谢谢 ，Thank you. So how they elected？ 所以他们要怎么选这些委员 community？世界委员的就是没有做 something， 就是第一，他一定要是所属的国家的童军之一，一个有注册的他国家的童军之一，对吗？第二，他需要国家童军的那个国家童军的那个总会一个 endorsement， 或者就他去那国家童军的 endorsement 加上他的提名，给这个世界委员的提名委员会审查，符合标准资格就可以成为其中一个竞选的委员。对。那我请教一个问题，他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推动世界童军的一些方针 strategy 和一些目标。有兴趣可以上这个世界童军网站去了解一下世界委员的他们的那个正统的那个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他们的要做的一些工作的 KPI。所以他们在竞选的时候，他们都有为自己定了他们接下来2024到2027他们个人想要的 KPI 的这个部分。他的 KPI， 他要呈现出他的
那个正纲。OK， 所以值得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去了解。这个正纲就是怎么去，他的正纲，他个人正纲和个人的提议的正纲怎么去融合去世界童军的正纲和世界童军的历年的行走的方向。那今年他们在推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那个，我比较好奇的是，今年他们的这些好证件好了，他们提出来最大的亮点的部分，就是比较对，就是让大家共鸣的点是什么呢？那个 topic。Ready for life。就是开始迎合世界委员上一届世界委员所定下的目标 ，Ready for life， 怎么去 become 一个 good citizen 啊，或者怎么去好好的生活，怎么去对待这个地球。所以这是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这个部分，是吗？这个标语。对，上一届的那个规划的，就是下一任的应该走什么方向，一个大的方向，然后这一任的就要怎么去完成这个方向。OK， 所以上一任他们只是制定，那这一任这些，其实所以他们即便上一任他们在执行，还是在执行上一任提出来的，也是执行上一任的目标啊。是这样子。或者上项目标还没有完成的，还有一些漏网的之鱼，就是带过去下一届啊。时间点不够啊，你的3年任期。就3年任期嘛。OK， 就已经是落实的方向就是要带过去，就是带过去这样子。有些方向是可以在今年完，或者他们开会之后，他们可以加一下一些怎么说，一些可以快速完成的，可以改变一些方向，或者一些改动一些方法都可以的，就是在委员会里面可以开会去决议，把大方向通常都会是明天的他那个大的一个方向的走向路向。对。那像他们委员会，他们大概都多久会有一次的会议？以目前minimum 我没记错的话 ，minimum 1年有1次还是2次。还有每一个委员他都有一个小委员去处理不同，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你当他是一个部长啦，每个部长就掌管不同小小的部门嘛，这个部门都有一个3到5位的一些小委员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处理不同的示范事项，不同类型的东西，然后再合拼成一个大方向大块。对。所以Watson会陪他们吗？还是没有？不是volunteer的。volunteer。对，volunteer的，对。所以你要你要去这个委员也要有一点钱财啦，那个一定的。那个问题转回来，那个罗浮童军这个topic，不要问太多这个。继续，不好意思。没事，这个只是一个 side track。新加坡 Scout Conference 正在跑动，我只是说，就是穿插一点完成了罗浮的那个 part， 就是学一下这2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 fresh from the oven 的这些新的委员，大家应该去认识他们。这个图片有点小哈，就是如果可以大一点的，每一张让大家亮一下眼，这样子应该更能够。对，你去那个 Treehouse， 你可以找到那个 Treehouse， 我share给你看是那个 Treehouse 那个树屋，所有资料都在树屋里面。好哦，我一直在就是我们在引诱大家往树屋的方向去哈。对，所有的童军的领袖、童军的服务人员应该要时常去游览这个树屋，我们的童军树屋、世界童军树屋里面的知识、里面的资料太多了。OK， 有兴趣的往那个 World Scout 的那个。好了，再次问答时间。问答时间到了是吗 ？OK， 时间抓的这么精准哈，现在
好，现在时间是我是大概聊一下罗浮的进展，罗浮的 program， 罗浮的一些怎讲历史和木的一些事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大了解木和 World Scout Jamboree 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别嘛，它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一样的一些活动的之类的？你可以看到这大的方向是木是走动的，是点到点的 travel，然后去就跟它的罗浮的那个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一个 start point 一直到它的目标 end point 的一个方法来跑动的。所以接下来的 World Scout Jamboree 就在 on site， 就在那个 Jamboree site， 大多数在 Jamboree site 里面的每个 checkpoint， 在 Scout Jamboree 的那个 site 里面完成的。World Mode 是走动的，就是它可以 travel 整个台湾，就是说它可能从 maybe 的珠马来是它的beginning point， 走一圈回到来 end point 也是珠马来也是可以，或者是有些的国家它的 World Mode 是从台北出发。它的 endpoint 是在高雄，也可以，中间的去了不同的地方，但这个是它的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了解，就是一个那个比较浮动的，是一个比较多的地点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形式。赛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大区就是在珠马来大的大陆营珠马来，在那个什么那个新湾金。在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在水晶的那个大的大陆里面，全部大多数的活动都在集中在一起嘛。了解，所以大家一起生活，行动大家这个行动的话，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不可能跟你的台湾的伙伴见面，你是跟着你的小队，这小队里面都是英国、美国、台湾、maybe 日本还是。非洲还是什么9个人在一个小队里面，所以你不认识他们的地下认识也，你就要开始谈天交流认识，然后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活动，在一起就那个火花，爬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方面跟大陆是不一样吗？是大陆但是你的自己小队。也就是他华南人你自己小队认识的马在这跑的活动，不一样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分别。OK， 好，非常符合就是年轻人很有活力的阶段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盼盼举手，Hello， 盼盼，请。谢谢 Edward 这么精彩的这个说明。我比较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罗浮现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其实我们是略有耳闻，是有听说的。那我记得 Edward 是来自于这个新加坡，对不对？对。您的可不可以冒昧的请教一下，您的国家目前的罗浮他们的组成或他们的方向，或者是他们有没有遇到什么 challenge 或 difficulty 有吗？我们的有一些不足，我们的罗浮童军的人数很少，大概是差不多300到400左右，微小，所以他们的 challenge 就会比较少，而且他们的也是一样跟循着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些弱的那个 path 去制定他们所要完成的目标。就是他们每个小队或者每个小组，他们自己自己讨论要怎么去完成这个弱的这个 program， 或去达到这个 BPA Award 的这个。不过不是每一个 rover 都想要去考这个 rover program 的这个 BPA Award。我们新加坡大致上一年只有我们是300到400人吧。差不多真的要考的不到5位，很少。他们觉得如果是他们去玩啊，认识朋友啊，做一些 program 啊，服务社会啊就够了。那个 BPA 不是他们的重点。假如我们也尽量要去怎么样，要去
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见解。如果你们可以说2 in 1 3 in 1，就是说你们当做是走完这个 program， 不是说政治目标要去 aim for 这个 PPA， 不过你完成之后也得到这个 extra 的一个 bonus，why not？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硬要他们做这个 program， 我们要给他一个 different angle， 就是我们业务导他做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还不知道做完这5个 program， 他已经拿到了这个 PPA， 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方法去诱导他们去完成这个 PPA，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想要做这个 award， 去完成这个 award， 我们要用不同的一些隐蔽性质的方法去协助他们完成这个 PPA award。如果他们不完成这个 award， 我觉得会有点浪费。他们也是做了不同的 project， 只是说他们 project 做到没有到达那个目标，或者没有到达那个 syllabus 所要的东西，我们尽量可以帮他修改，给他的意见，这样子做。不要说逼他们做这个 program， 只是在这个服务的方面，我们慢慢诱导他，引导他去那个end point。他们到达之后，他们会很开心的，因为我完成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完成的，他们会更开心。所以如果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why not？ 可以考虑一下。了解，因为听 Edward 这样说起来，好像新加坡遇到的状况和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个罗浮的这个权重大概就是整个童军团体里面最少的，所以你的 NSO 或您自己作为一个 adult leader， 您有没有去分析过，就是为什么 Rover Scout 会是最少的，以及就是您的 NSO 或者是您自己的 troop 或者是 patrol 有没有在做什么 changing， 希望可以增加一些 Rover Scout 的人口数？对，我们也在朝这个方面去改进，要怎么去 act， 因为在于这个 Rover 这个18到26岁，有几个 challenge， 就是很多一些不同的组织，很多一些 outdoor activity， 很多一些外围的一些因素，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很多一些其他的活动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会很忙，他们很难去将他吸引进来，这也是 new member 吸引进来是一个困难。第二，要留住，就是说要从那个低级的，就是不是低级，这个小年纪，就是从那怎么讲，16岁到18岁，或者那个童军里面怎么去将他们留下来，继续这个罗浮童军这一个里程也是比较困难。他们也是很多诱导在外面，很多诱导性将他们拉出去。所以我们有2个 challenge， 怎么去拉新的 member 进来，或者怎么样去保留童军，让他们 convert into rover， 也是一个大的 challenge。OK， 谢谢。好，谢谢胖胖的提问。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到 Q&A 的阶段了，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一下。OK， 好，先合影完了之后，然后待会就是跟大家想要交流、要提问的就再继续哦。那等我们就把投影片先暂时先关闭一下。好，Patrick 在这边 ，Patrick 没问题啊 ，Patrick 可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 Rover 的他的 program 有什么 challenge？ 好，各位准备好了吗？我这边要来拍喽，各位，3、2、1，我确认一下，好，来张3、2、1，好 ，OK， 谢谢。谢谢观赏被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